千年古都，百年故味，一起品读老开封记中的汴梁老味道，用舌尖感受这里质朴厚重的古风旧味。特邀魅力小生梁振伦，用美味饭团开启你的舌尖味蕾，更有星级主厨带来这个冬季最浓情蜜意的味道。一切精彩尽在本期粤美食。欢迎收看由悦享冠名播出的粤美食。有人说，做勇敢的自己，持续朝着阳光走，影子就会躲在后面。做一个懂爱的自己，爱每一个平淡又温情的日子，爱每一餐充满温度的味道。我是梁振伦，取悦自己，用心生活。本栏目由东谷酱油特约播映。接下来这道菜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培根杂蔬饭团。饭团的话，大家都一点都不陌生，相信大家很多人都能接触得到，不管是从日剧中看到，还是生活中买到，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它的方便快捷，然后又特别填饱。其实饭团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尽量自己来做。提醒您，使用提醒您请进行。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有培根，还有我们的红萝卜，然后还有玉米、青豆、海苔。现在呢，我们就是要把培根切成小丁儿。我们一定要把它切成小丁儿，这样的话方便我们到时候捏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切这个红萝卜了。红萝卜的时候，我建议换一个刀，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不容易那么串味儿。也是一样，把它切成小丁儿。现在切的部分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沸水来过一下我们的玉米和青豆。我们把青豆下去，再把我们的玉米也下去。好，我们现在它已经焯好了，我们把它给捞出来。焯好了之后，我们就要开始炒饭了。现在锅已经热了，我们接下来放油，切记要少放油。等油稍微热一些，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培根，还有这些所有的这些食材。青豆和玉米，还有红萝卜。这期间的话，一定要用大火来爆炒它，这样才能把它们的香味儿都一一给它逼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放一些少许的酱油，然后再放一些盐，然后关小火，我们就可以倒入米饭了。看看我们的五常米是不是粒粒分明？饭团呢，因为像我们的话接触就会比较多，因为我们平常要控制体重、控制饮食，一个饭团下去我们就已经很顶饱了。还是炒饭还是要注意这个翻锅，要不然的话就会跟锅或者是底下会有糊。但是呢，用这个五常米它比较保持它的水分，所以说知道我为什么要选用它了吧。好了，我们的米饭已经炒得差不多了，大家到时候都可以根据各自的喜好，就是来调整它的这个形状。今天呢，我会做的比较常规，就是三角状。
看到了吗？我的这个饭团已经捏好喽。这就是我做的培根杂蔬饭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简单易操作，所有的营养都在里面，你们喜欢吗？东谷提示您使用东谷一品鲜酱油，使食材释放鲜爽美味。做好菜就用凤球麦，感谢战略合作伙伴凤球麦调味品对本栏目大力支持。感谢火锅吹大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因为吹大黄爱上中国菜。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时尚生活方式，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优质生活用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悦享。有这样一个地方，没人比你更熟悉它的气息。每条马路，每个小巷里，都曾留下你青春的脚步。哪儿的早餐最丰富？哪个夜市最地道？哪家胡辣汤是纯手工？你闭着眼也能一一倒数。这座城市便成为了你身上永远扯不掉的标签。我叫韩雪，我是一个老开封吧，从小就是生活在开封，将近30年了已经。对于韩雪这个土生土长的老开封来说，也曾有过在天津大学求学的经历，也曾有过在外工作打拼的日子，但她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回到了这座她深恋着的城市，因为这里有着她关于童年和青春所有的记忆。你从小到大生活在一个地方，你可能习惯了一个地方的水土，习惯了一个地方的人，习惯了这个地方所有的跟人交往的方式，生活的模式。但是如果你非要说找一个寄托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个味道，因为味道是通过嘴吃进身体里的，这个是最难忘的。老板你好，来了，6个枇杷酥，6个桂花酥。好，6个枇杷，6个桂花哈。啊，是。今天周6你又放假了啊？放假了，可算歇歇你了。我叫魏华，是我们全美老店第4代的传承人，一直就是做这种传统的老式糕点。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应该是从光绪年间就已经开始开这个店了。桂花酥主要是里边是以桂花为主的，而且这个桂花就是疏肝理气的嘛，尤其是就是春天，从秋天以后开始吃这个，对这个桂花也是对这个肝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然后呢，它吃起来这个口感呢比较清香，酥酥的感觉。而且这个桂花酥是我们汴梁3酥里边的一种，它也就是说有那个典故，就是以前那个狸猫换太子里边有一个就是李妃娘娘愿意吃的这个糕点就是这桂花酥，后来她被打入冷宫，宫女就偷偷给她送的就是这个糕点，后来她自己在外边也是把这个爱吃的这个糕点自己做，慢慢流传到民间以后才流传下来的。桂花酥呢，它要求是，从它这个外观形状上有一定的技巧，
然后再就是烤制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温度，颜色也不能烤得太深，而且就是要保证它那个桂花酥烤出来以后，它是看着比较，怎么说酥酥的感觉吧，能把它那个层次感。枇杷酥呢，它在制作的时候也是比较考究的，因为它需要这个擀制的一个过程，再加上它油温的控制、炸制，炸好以后还需要这个过浆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动作去合成。从头到尾连贯性的才能把这个枇杷酥做出来，一是看着好看，然后吃起来比较酥，然后那个浆也比较饱满。可能也是需要师傅长时间的积累吧，尤其是这个油温，它可能凉的话，它枇杷酥炸起来就不起了，然后油热的话可能就会起过了，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其实吧，你说作为一个老开封人，在记忆里的味道可能有很多很多很多，有夜市儿，夜市有很多小笼包子呀、炒凉粉啊，还有什么炒红薯泥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但是在我印象里有这样的一次经历啊，就是开封有一条特别好看的街叫御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老从一家店的门口骑自行车过，叫稻香居。有一次就是我们家人啊，一家老小全都在那儿吃。不知道是因为家人相聚使然，还是因为它味道真的很好。你知道它锅贴上来的那一刻，就是看着一盘焦黄，然后完了之后吃到嘴里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酥脆的感觉，我感觉可能永远都忘不了。我的名字叫张伟，是开封稻香居参加直营店的行政组。刚来的时候，就是开封稻香居的名气非常大嘛，然后听说生意非常好，有很多老师傅，就想来这多学个手艺。没想到就是从学徒到现在，已经将近18年了。在这锅贴一直传承在这光绪年间的配方，到现在为止，时代变了，工艺变了，就是在这个用这个锅变了，以前是烧了煤火，现在咱用感热器了，是环保，比较环保，一个锅达到700-800斤重，这个厚度一直没有变，所以说才有在这锅贴什么抻焦、肉香、灌汤流油了，包括这个调料，现在也就是在结合现在的时代，基本上调料也没有咋变，像冬菇酱油啦，这些年一直用的是冬菇酱油，所以说要是时代在变，咱这锅贴配方不会大变，这会一直传承下去，所以在稻香居的口味也不会变。咱这锅贴这个选料非常严谨，就打比方咱这个韭黄吧，韭黄这个东西虽说是个季节性的菜，但是在稻香居这用的韭黄一年四季都有专门针对的菜农在这个包了有地，然后就做，不像他们做锅贴了，比方说那个冬天的时候没有韭黄了，他们用的韭菜代替，这口感都变了。然后还有咱这锅贴这个火候，咱这锅也不同于就是平常的锅，家里的锅就是有点薄，也能煎出锅贴的形状，但是没有这个口感。有啥像咱这锅都有700-800斤重，它锅厚预热慢，但是它煎的火候比较均匀，所以咱这个锅贴还是比较不错这一会儿。
其实各种各样的老字号，无非就是开封人，包括我们都喜欢的一种老味道。那要说起老味道，其实都比不上家里的味道，家里才是真正的每个人心里的这个老味道。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刚去天津的时候，老是吃不惯，然后完了之后特别瘦，然后每一次放假回来之后都能吃胖个10斤回来，都是家里头妈妈给做的饭。就在我们这开封都爱吃卤面，谭轩从小就爱吃这种卤面。除了有肉以外，它需要还要长一些配菜。配菜就是搁俺这来说呢，就是啥都可以，包括那个黄豆芽，还有豆角、蒜苔都可以配。这个酱油的选好，用这个冬菇酱油是最好的。冬菇酱油因为是很久了悠久的历史了吧，应该是一直都是我们家一直都是吃的这个酱油。其实有些人啊，他可能像动物，有些人他像植物。动物是靠在外面觅食的，植物要扎根在土地里头。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植物吧，可能需要我的家来给予我养分。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在外面知道外面好的是什么样的人，年轻人愿意回到开封来，让开封越来越好，让他的这一份古味，让他的这一份传承，让他的这一份传统继续保持，但是又让他有新的东西出现。这座城市的厚重深埋地下，封存的记忆在地下城中延续。许多来过开封的人都会很自然地融入这里的生活，闲适而随性。质朴的古风古韵和这里每一个有着浓重乡情的开封人相得益彰，你甚至会希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共同拥有关于开封的记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时尚生活方式，如果你想找到更好的优质生活用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悦享。他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发现美食的秘密，他用酸甜苦辣表达对于人生的理解，认真执着用心出品，他将美食登峰造极。他是李碧辉，今天他将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美食。本栏目由东谷酱油特约播映，感谢美食节 APP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做好菜就用凤球麦，感谢战略合作伙伴凤球麦调味品对本栏目大力支持。谈到普罗旺斯，大家第一印象会想到浪漫，和自己最心爱的人散步在这个薰衣草庄园当中。今天我为大家做的这道菜也跟普罗旺斯有关，我是把芳香的番茄和鸡肉完美的结合，让您品味到普罗旺斯传统的这一道普罗旺斯橄榄烩鸡。美食节让厨房变可爱，让吃饭变简单。首先我们要加工一下我们的鸡肉，我们选用这个鸡腿肉。鸡腿肉主要是它的这个肉质没有那么柴，然后它的这个
肉也会比较紧促，给它打一个花刀。在法国菜肴当中，经常会选用胡萝卜、西芹、洋葱作为它的这个腌制料，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去腥，然后增加蔬菜的这个香味儿。所以我们还是要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做。我们切一些西芹，还有胡萝卜，这个不需要切太碎啊，就大片就可以。洋葱，然后放一些百里香，我们选用1束的百里香，然后往里边要加一些白葡萄酒，然后给一些盐、黑胡椒。接下来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步骤，就是给鸡腿按摩，让这些蔬菜跟还有这个白葡萄酒跟鸡腿肉充分的这个融合。在西餐的烹饪当中，我们做很多菜都会用到胡萝卜、西芹、洋葱作为它的腌味料，有的时候也会作为酱汁儿的一个配菜。最后您吃的时候是看不到这些调味料的，但是其实它在腌制当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这个鸡腿要腌制20分钟，在腌制鸡腿的同时，我们现在处理一下它的配料，就是我们选用了这个樱桃番茄。樱桃番茄为了增加它的口感，我们要给它去皮啊。去皮的方法跟大番茄去皮一样，我们给它打一个小的花刀。把我们刚刚打好花刀的这个小番茄，直接放到这个开水里边，烫大概10多秒钟吧。它的番茄皮自动就会脱落，我们把它捞出。你看它非常容易去掉。好了，我们的番茄加工完了。这道菜还有另外一个比较传统的原料，就是我们的黑橄榄。法国也是一个盛产橄榄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国家产的橄榄油，包括这些橄榄也是非常有名的。这道菜它特别在用了这个黑橄榄，因为黑橄榄是一种腌制的橄榄，它有一种腌制的味道。在绘制这道菜肴的时候，这个腌制的味道会充分的融入到这个鸡的肉质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选用了紫苏，紫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香料。东南亚用的也比较多，咱们国内用的相对少一些。台湾的这个著名的3杯鸡里边也是经常用到这个，中国有的也叫9层塔。这道菜也是为普罗旺斯烩鸡来增加一种风味儿。现在我们处理一下我们这个普罗旺斯烩鸡的一些调味料，我们要切一些洋葱碎，还要用一些蒜，大蒜我们是直接给它拍一下切碎。我们所有烹饪这个普罗旺斯烩鸡的调味料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鸡腿也腌制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鸡腿拿出来，放在砧板上。接下来我们就要煎制我们的这个鸡腿。咱们的锅已经烧热了，现在加入橄榄油，把鸡腿搁里边。煎制鸡腿的目的就是让这个鸡腿有一定的这个烧烤的味道，这和咱们中餐传统的这个烩鸡有一定区别。西餐在绘制很多菜肴的时候都要先煎制一下，在煎制鸡肉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能起到一个作用，就是去掉鸡肉的这个腥味儿。好，我们的鸡肉煎制差不多了，把鸡腿从我们这个油中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把刚才切好的洋葱，一定要先下洋葱，因为蒜特别容易糊。这个时候把洋葱炒香，用煎完鸡腿的这个油去炒这个洋葱，因为它不会浪费掉这个刚才的所有的鸡油。差不多洋葱已经炒香了，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放进我们的蒜碎，一起去炒。
不要把蒜炒糊了，要不然这个鸡腿就会变苦。好，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要喷一些白酒进去。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我们的凤球麦番茄调味酱。这个番茄调味酱它颜色特别好，而且又不甜，所以主要目的就是增加番茄的香味儿，然后也给这个鸡腿上色。特别加上国内领导品牌凤球麦番茄调味酱，原料来自天山，富含番茄红素，上色好，给鸡腿上色，让我们更有食欲。因为凤球麦番茄调味酱，它不像其他的这些鲜番茄或者其他的番茄酱，它主要这个颜色特别好，而且炒出来的话没有那么甜，所以为了给它增加一点点番茄的甜味儿，我们也用了凤球麦的番茄沙司，这样的话让这个鸡肉的风味会更加好。加入凤球麦番茄沙司，增加酸甜口味。这个时候我们放一片香叶，然后把我们刚才煎好的鸡腿放进去。这个时候我们要换一个锅，用我们专门烩菜的深一点的锅来做。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加到刚才那个锅里，不要浪费，没过鸡腿是最好的。你看这个颜色非常漂亮，主要是因为在里边加了凤球麦的番茄调味酱，还有番茄沙司。凤球味的番茄调味酱它是没有任何甜味的，番茄沙司刚好就补充了它这个味道，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做普罗旺斯烩鸡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调味料。凤球麦番茄沙司，酸甜美味添活力，选用新疆天山番茄，平均日照16小时，富含番茄红素，呵护健康，传承美味，尽享餐桌上的美味之旅。凤球麦番茄沙司，百搭调味，随时随地享受浓郁的酸甜滋味。这个时候我们往里边再加一点黑胡椒、黑橄榄，加到里边，大片的紫苏叶直接放进去，盖上锅盖，烩制20分钟，让番茄的香味充分跟鸡肉融合在一起。差不多20分钟了，我们打开盖子看看，颜色非常漂亮。这个时候我们要稍微调一下盐味儿。刚开始为什么没放盐？因为它水特别多，那个时候放的话容易掌握不好这个味道，所以我们少放一点盐味儿。然后我们这个小番茄一定是最后放，为什么？小番茄去完皮了，如果你放的特别早的话，烩20分钟它就完全烂了，它没有任何造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小番茄放进去，然后再稍微烩制5分钟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关火，我们的普罗旺斯烩鸡基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现在我们开始装盘儿。这道普罗旺斯番茄烩鸡已经完成了。这道菜番茄的浓香跟鸡肉的鲜香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让你能够感受到普罗旺斯当地人民的这种浪漫与热情。做好菜就用凤球麦，感谢战略合作伙伴凤球麦调味品对本栏目大力支持。美食节让厨房变可爱，让吃饭变简单。感谢国锅吹大黄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因为吹大黄爱上中国菜。